之前我试驾过 Honda Civic RS Hybrid， 我觉得它的动力表现是蛮不错一下的。那样如果把这个 Civic Hybrid 的引擎放在比它重的 CR-V 车上，这样这个 CR-V 的试驾体验会不会跟这个 Civic Hybrid 一样强劲呢？哎呦，又有见面了！正在看这部视频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yan。今天我是来到位于古来的王路 Honda Showroom 这边来试驾这个最新大改款的 CR-V。其实之前呢，我有跟观众朋友介绍过这个最新大改款的 CR-V 啦。当时我介绍的是 V 版本的 CR-V， 可是今天要试驾的却是我最期待的 Hybrid 版本的 CR-V。为什么会期待这个 Hybrid 版本 CR-V 它的试驾体验呢？这一点呢，就得追溯回这个 SA 跟我讲的这个东西，那就是这个 CR-V 它拥有这个可模拟 engine 的这个喇叭声音。他讲啊，我一定会对这个喇叭声音一定会很失望。这一点我就有点好奇啊，这个喇叭声音会有几让我失望？这一点就等到我们试驾的时候再来分享给观众朋友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非常感谢位于古来的王路 Honda Showroom 这边借了我讲 CR-V 来试驾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最近有想要入手这个最新大改款的 Honda CR-V， 或者是其他 Honda 车款的话，在这边提供个好康给你们。现在这个王路 Honda Showroom 呢，他们有一个非常 special 的 offer， 你们只要在这个影片下面的留言栏或者是说明栏找到这个链接，点击进去，你们就可以联系到这个王路的 SA。听讲他们这个 offer 是全马找朋友的。除此之外也希望还没订阅频道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在这边也非常谢谢你们支持。OK 了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。Let's go。作为马来西亚日系 C7 SUV 首选 Honda CR-V， 在这一次大改款有 SEV、RS 4种配置，价钱也从159,900块钱到195,900块钱。4个版本里面最大的区别在于就是它们的动力。SEV 版采用了 1.5 缸涡轮增压引擎，搭配了 CVT 的变速箱，最大马力输出193 PS 以及243牛米的峰值扭力。至于 RS 版则是采用了 2.0 自然吸气引擎，搭配了 Honda 的 e:HEV Hybrid System。这个 2.0 自然吸气引擎它是可以输出148 PS 的马力以及190牛米的峰值扭力。至于这个电动马达，它是可以输出最大184 PS 的马力以及335牛米的峰值扭力。要知道这个335牛米的峰值扭力是从你一开始起步就是这个峰值扭力了。不像汽油版本的引擎必须达到一定的转速才可以达到这个峰值扭力。简单来讲就是这个 Hybrid 版的 CR-V 呢，它的 pick up 会让第一次坐这辆车的人一定会吓一跳啦。不过这个电动马达的峰值扭力也是会随着这个电动马达的转速提高，从而慢慢的下降，让这辆车子行驶得更加平顺。而外观方面，上一次介绍的 V 版本和这一次试驾的 RS 版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 V 版本采用了防刮材质的部分，在 RS 版本都采用了车身色的烤漆。观众朋友，你们觉得这个车身色烤漆比较好看，还是防刮材质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呢？除此之外Hybrid 版除了有这个 RS 的 logo 之外，它的 Honda logo 也换成了带有蓝色标识的 Honda logo。再来就是 RS 版和 V 版都是采用了18寸的轮毂嘛。可是 RS 版的钢琴黑烤漆的轮毂，我是觉得比这个 V 版银色来得更加的好看啦。至于这个避震方面，4个版本都是采用了前轮 McPherson 后轮 Multilink 的避震搭配。可是呢，这个4个版本里面是只有 V 版有 All-Wheel Drive 的功能，所以我们在 V 版的后避震可以看到它是多的 Rear Differential 还有 Drive Shaft， 而其他版本都是采用了 Front Wheel Drive。来到这个内饰部分这个内饰部分最大的区别首先就是汽油版都有 full size 的 Alloy Rim 作为 spare tire， 可是呢，这个 Hybrid 版因为这个 Hybrid 电池在后座占掉位置的关系，所以取消掉了 spare tire， 采用了补胎剂。再来就是V 版的全车椅子都有这个皮椅嘛，可是这个 RS 版的皮椅还多了红色的车缝线，让它的 interior 看起来比这个 V 版更加的 sporty。除此之外 ，RS 版它还多了全尺寸的 Digital Meter、Head-Up Display 以及卡片锁匙这些配置，让这辆 SUV 除了一贯的运动化风格之外，也融入更多吸引人眼球的科技元素，让买家更加愿意为它掏出钱包买单啦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想要更加了解这个 CR-V 它的配置的话，
你们也可以参考我之前所拍过的影片，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右上方这边。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这个试驾环节吧 ，Let's go。OK， 今天陪我试驾的就是来自古来王路的 Trophy， 对 ，Trophy Go 啦。那天我们试驾的是 Hybrid 版本的 Civic 嘛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我是觉得那辆 Civic 真的是很好驾，很爽。然后尤其是它的那模拟声音，哇，很有激情一下嘞。哦，对，驾起来都比较爽，比较爽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，到底它的这个模拟声音，你跟我说的有多失望？OK， 这样子我们来听一下声音啊。等一下我们来听一下，到底这个 CR-V 它的模拟声音有几让我们失望。在到 Hybrid 之前，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 Honda 的 Hybrid 啦。这个 Honda 的 Hybrid 呢，其实很简单啦。但是我不是什么 expert 啊，我得到的知识都是从 YouTube 那边来的，所以这个我们来大概解释一下关于这个 Honda 的 Hybrid。这个 Honda 的 Hybrid 呢，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它是一辆带着 charger 的电动车。当我们平常在起步的时候，或者是在 City Road 走走停停的时候，都是由这个电动马达来驱动这个车子的。然后这个电池呢，就给这个电动马达这个电力来驱动这个车子啦。当这个电池没有电的时候 ，engine 呢就会为我们的电池充电。然后让这辆车呢，在0到90的时候，都是由这个电动马达来行驶的。所以这样子情况来讲的话，就会达到一个在城市路段使用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比较省油的效果。当你大概在 highway 走到110、120的时候，这个 engine 就会开始介入，跟这个电动马达一起工作，让这辆车子走得更加的平顺。通常啊，我们内燃机的车子嘛，在 highway 130、140，可能走到150的时候是最省油的嘛。在这种高速匀速行驶的时候是最省油的。这个 engine 呢，这个2.0的引擎就会介入，这个电动马达就会开始停止工作，就由这个 engine 来进行工作。所以在高速的时候就会达到一个更加省油的效果。因此，这个 Honda Hybrid 不管是在走走停停，或者是起步，或者是在 highway 跑快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省油效果。主要是在城市用跑少过90会比较更省油啊，因为多数都是在用那个马达在走。对，而且 Honda 的 Hybrid 呢，它比它的对手来的更加简单，因为它中间的衔接会比较少，所以它的那个动力流失也会比较少，因此它拿到的这个动力表现会来得更加的充足。啊，至于是什么对手啊，就不要讲了哈，等下我给他对手炮轰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 Highway 这边啊，不要讲多，我直接切这个 Sport Mode 啊哈。现在就一脚油门下去，来体验一下这声音。有那个贴背感，只不过这个声音有点激不起激情，真的有点像是那种电动马达的声音。唉，以前是 F1 的声音，现在有电动有点差别很大，差太远了。那时候有人跟我讲，那个是 NSX 模拟 NSX 的引擎声音，这个我就不懂模拟什么声音啦。但是我是觉得，还是 Civic 比较爽，那个声音，这个有一点失望，真的是如你所说的，它不算鸡叫啦 ，OK， 但是那个声音就很电动马达哦。可能 maybe Honda 要做一个 DLC 啊，9块9 DLC， 然后可以 upgrade 成 NSX 声音，一辆9块9，很多辆就很多9块9了，包赚。我看很多人会买啊，这个声音不行啊。为什么 Honda 你不要把那个声音一起照搬过来嘞 ？Civic 都有那个声音感嘛，照搬就可以了，不要再去改什么声音了。不过这个 CR-V 啊，虽然讲放了这个跟 Civic 一样的这个 Hybrid 引擎哦，可是我觉得它的动力表现哦，会因为这辆车重啊，会感觉到没有力这样子，可以嘞。现在长途都很顺的，说，所以这辆车即使是把这个 Civic 的引擎，它这个 CR-V 比这个 Civic 重，可是它动力表现不会输。我觉得 OK， 非常的好。虽然讲它的价钱啊，也非常的令人惊讶啦，已经要接近200千了啦。但是以这样的动力表现来讲，我觉得是不错一下啦。而且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是蛮喜欢的，像是这个抬头显示，它的这个 interior 我也很喜欢。那天我看到那个 V 版的 interior，虽然讲是精致啊，但是没有像这个有法丝纹饰板来的更加好看，比那个木纹的好看多。木纹比较适合那种比较成熟人士啊，讲难听点叫安哥啦。啊，我的朋友之前他是买上一代的 CR-V， 我试驾的时候他就跟我讲，哇，这个隔音啊不可以啊。可是我现在试到这个最新的这个 CR-V 哦，我跑到现在120啦，风噪声音啊，我觉得它控制到很好。而且这辆车是 Hybrid 车，它的 engine 声也很少，所以整体来讲，这个 CR-V 它的隔音表现就跟 Civic 一样。都有加强，都有进步。我觉得坐了会舒服很多啊。我觉得这辆车很适合女孩子驾，
因为这辆车驾驶视野它很高，它不像 Civic 这样子 ，Civic 的驾驶视野就是这样子哦，这个驾驶视野你可以看到很远，所以对于喜欢一些视野比较高的那种女生啊、女司机啊，这样 SUV 这样 CR-V 我觉得是蛮适合他们的，而且重点是 Hybrid 版的省油，那些钱来做什么嘞？买化妆品啊，是不是？不要看省一点，省了一点加起来一点很多点的。于是啊，我们现在听到4月份啊，可能汽油津贴要削减了，所以就这样子咯。现在是买 Hybrid 车的好处，尤其是啊，现在 Honda 现在黄路又有这样好的优惠啊，什么优惠继续问他了。对，现在我开启它的 ACC 自动跟车系统，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meter， 它显示了前面有一辆摩托，还有一辆车，所以你周围有些什么东西，它都会画给你。这个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面板的时候，就是那个 Civic 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的。不过接下来很多车都有这个东西了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Honda 的看起来比较精细，它的那个整个的画质，OK 它叫了。然后据说这辆车它也有那个 noise control 是吗？那个噪音的那个降音啊，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东西啊，据说啦，我看网上啦是这样讲的，他们的喇叭会发出一个低频来减少这个车的噪音。然后让你达到这个车内的空间表现呢，它的隔音表现是达到一个比较静谧的表现，就安静的表现，然后让你享受 BOSS 的音响啊 ，BOSS 的音响，好像我这个后尾的 BOSS 在睡觉，但是前面有 BOSS 啊 BOSE。这样 Shopee 啊，问你一下，如果是讲啊，现在我们订这个 Hybrid 版的 CR-V 啦，大概要多久拿车？现在这个RS Hybrid 哦，最少都要1个月到2个月才能拿到你这个新车啦，所以现在的货最多的话是那个 S 版，最低配版，所以 S 版多数都不用等，因为它的量很多。RS 话因为它刚launching，所以它的那个货量还不够充足，也是要1个月到2个月之间啦。不过很快啦，1个2个月，算是快了啦，不像以前我们的 CV 来要1年的时间去等。是哦，现在甚至连 CV 都有货了，都有现货哦。OK， 不错啊。其实现在很多人要的就是快拿车，反正现在很多的车商啊，他们的车半年、1年要等这样久，我那个买新车的喜悦感都没有掉了，对，那个火都被灭掉了。这样子 service 来讲呢 ，CR-V 2.0的 service 它的价钱，每1万的 service 大概在300-400左右。哦 ，OK， 可以，这样大辆车才300-400了。OK， 所以它会比较经济啦，不会讲到很贵。只要是 turbo 的话会比较高一点，它的 maintenance cost。好了，今天这个 Honda CR-V Hybrid RS 的试驾大概是这样子啦。对于这辆车啊，我的总结是这样子哦，驾起来感觉我觉得是不错，很好驾，动力表现非常充足，它的隔音表现我也觉得非常的不错，操控性我也觉得非常的好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，这一次这个 CR-V 它有加入了这个360的环境显示嘛，360度。对，只不过这个360度呢，我是有点小失望啦，因为它没有一个 control 可以让我去按出来，对，它是必须你打到 reverse 的时候，它才会给到你这个360的这个画面，因此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缺点。希望 Honda 下次可以再进步一下这个360的环境显示啊，可以让它更加多功能一点 ，maybe 可能是可以旋转啊，可能我可以按左按右啊这些东西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对这个 Honda CR-V 或者是其他 Honda 车款有兴趣，想要购买的话，你们都可以联络我们的 Shopee 哥啦，他的联系方式我也会放在下面的留言栏，在那边你们可以找到他的联系方式，联络他，问他们 Honda 车有几够力的 offer。当然也希望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，订阅我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，在这边呢也非常谢谢你们支持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1 hour later， 来 ，boss， 来买得班，睡完了没？加完了没？加完了。我们刚才去了 KL 回来了，屁的！真的，我们去了 KL 回来。可以要说换过来。哦 ，OK， 来讲一下后座的乘坐体验。后座的乘坐体验哦，真的是爽，这辆车。除了爽还是爽，也是有点累了。然后我一上来，我好像就睡着了。我拍完我的部分，我就不懂讲就断片了。所以你觉得给这个后座乘坐体验多少分？我给这个后座乘坐体验8分，很高分。如果是10分是那种很贵的车了，30万的车。OK，Volvo， OK， 我自己试过很爽的车 ，Wagon 没有办法，那是 Wagon 后座很好坐，又够宽。可是这个车的后座啊，它的椅子可以调前后，就是讲前面如果它很高，它190身高，它移到很后面，我后面这里还可以往后移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椅子还可以做倾倒的调整，哇，这个真的太赞了。
像刚才这样，我放鞋，然后我坐在后座，大腿支撑又好，后面又有冷气出风口，这样子坐在上面啊，睡觉根本就是完美啦，一流啊。哦，这样子刚刚你会觉得后尾稳吗？会好像很摇晃吗？因为有些车子哦，它的前面的 suspension 哦是做到很 firm 的、很稳的，可是后尾就是刚刚晒了的。OK， 其实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 SUV 的 feeling 啦，毕竟是 SUV， 它离地间隙比较高，然后尤其是你在转弯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摇晃，可是这个完全是在可接受范围里面的。哦，不会觉得像很软这样子啦。不会很软，不会晕车。我是一个很容易晕车的人啊。如果我坐在后座，我晕车那辆车就是不太 OK。可是这辆真的是 good。So 今天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